欢迎回到 Associate Indigo 频道。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8月运势。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还好吗？那今天一样，大家可以自行暂停影片，然后用你们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做静心的动作。你们可以冥想，也可以只是简单的深呼吸，然后静心。等到觉得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也没有太多的杂事在你的脑海里的时候，想着你的问题，我的8月运势如何呢？然后慢慢睁开眼睛，面前看到的哪一个位置的牌组，或者是哪一颗水晶最吸引你，那个就是代表你的8月运势哦。选好了吗？那我们要开始解牌咯。好，选择1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颗蔷薇石，我把它放这边。首先我会用2张神谕卡来看一下你们整体8月的能量如何。首先第1张 Service， 第2张 Adesmo， 我把它放这边。好，我用这2张神谕卡来看。首先我先从数字来解说，这张是28号，叫做绥靖政策，和平的意思，和平平静的意思。这一张是14号牌，所以很有趣的是，你没有注意到14乘以2是28，然后这一张神谕卡的页数加起来是7，所以7是28，7 24， 7是28。你们这一组牌跟7有一个很关键性的缘分，所以一个说法是，我先从生命灵数 Life Path 10，或者是生命灵数5跟1的人可能会选到这一组，以及28岁或14岁左右的人会选择这一组，以及7的倍数的岁数的人会选到这一组，比如说42岁左右，然后56岁左右，63岁左右的人可能会选到这一组。然后7也代表的是你们现在面临，因为7是木星移动周期，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会遇见7年的一个转换，一个不是木星 sorry， 我刚刚讲我纠正，天王星是7年一个周期，所以你们可能是某一件事情执行了7年，然后最近有遇到想要变革的一个心态，或者是你在一段关系里7年，然后最近发现可能心境不一样，有可能想要离开，或者是就是跟变革，天王星就是跟变革有关，所以你们7年，有的人可能会经历7年之痒，有的人可能是反过来决定要在一起。所以你们这一组的人可能遇到跟7年有关的事件，然后你们最近在做改变，有一种这种改变是有一点叛逆心态，想要跟以前不一样所做的一个转变，好吗？然后8月18号、8月14号可能是关键日。你们8月的整体能量，你们可能因为这个变革的心态跟欲望，最近感到有一点疲惫。你们可能会因为需要经常的每天面对工作、杂事，这个城市、这个环境，你有一点能量有点混乱，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焦躁，甚至可能有的时候会发脾气。所以这张卡，有的朋友也有可能会感觉到事情一直没有一种太着重在自己的世界，有点看不太到外面的人对你的关怀，或者是有种太注重在自己想要的东西
上面，太注重自己三力世界的事物上面，而忽略了一些这个世界外在，就是这个世界的美好，你身边的亲朋好友的美好，别人对你的关心，你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忽视了，你可能会忽略了你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可能就是因为你之前的能量场是处在一种很忙碌、很焦躁、很想变化，而导致可能会情绪不好，或者是很容易疲累的一个状态。那8月这张卡是说，8月你可能决定，或者是宇宙鼓励你，你要让自己回到平静的状态。怎么样回到平静的状态？就是休息，把自己从你如果是在大城市工作、大城市居住，你要把自己从这个大城市的环境脱离出来。每一次读牌都会读到这样的能量场，就是宇宙希望并且建议你们去大自然，接触大自然，去旅行。这样的行动会让你的能量重新平衡回来，让你比较平静，不会那么焦虑，也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发脾气，甚至就是用这一次的假期旅行，让自己好好的睡觉，好好的休息，把你的电池充电回来。所以你们可能8月28号左右会出去旅行，那甚至是跟你的爱人、跟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去旅行。你会跟一个人一起，这个人可能是你的伴侣，也有可能是你的朋友，你们会一起手牵手，有点 retreat 的感觉，有点退隐到森林，退隐到一个乡村小屋、度假屋之类的，或者是一个别的国家的小村庄，这种感觉，去躲起来、退隐起来，去享受当地的安静宁静的生活。这种那个环境，你们8月去的环境，就是可能不是那种喧嚣的大城市，而是那种比较少人的城市村落。晚上会听到蝉叫、鸟鸣，会看到小动物在街上快速的通过的那种感觉的一个地方。然后你们2个会互相陪伴。那这一张卡是 service 服务，你们有的人选到1号牌组的8月可能会做志工，可能会在医院做志工，有的人甚至会去旅行做志工，就是去参加那种比如说红十字会啦，那种比较大的机构，然后去自愿到一些比较第三世界国家去帮助别人。有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行动。那一般的话，大部分的人可能会就是在 local 当地的你的城市做志工的活动，去帮助别人。那宇宙是说8月你要除了你可以旅行休息，让自己退出复杂的情绪环境能量场之外，你也可以用这种服务他人的行为，把自我摆到后面，然后去无私的服务他人。这样的行动也可以让你回到一个正向的能量场。而这样正向的能量场，除了会让你感到满足之外呢，你也会重新再来吸引更多正向的人事物来到你的身边，显化你的愿望，好吗？但是我们服务他人不是为了显化愿望，因为这样又变回一个比较自私自我的一个出发点。所以你们去服务他人，绝对一定要保持着你只是想要回馈给这个世界或社会，为别人好，真正的为你知道有人需要你的帮助而去做这个服务的行为。那如果没有做志工也没有关系，不是说选到1号牌组的人8月一定要做志工，你也可以从身边，在工作上，在学校里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以一种服务的精神来面对他人，这也可以带给你非常好的能量场。
让你充满粉红色温暖的光芒，然后会有更多的人喜欢跟你在一起，想要接近你，然后甚至就是帮助你可能认识很多好的人脉，甚至吸引财富。比如说出去外面顺手帮人家推个门，然后有人需要抬什么，比如说他有婴儿车什么的，帮他一下。那家人可能正好顺手需要你的帮忙，你看到了你就帮，这种感觉会让大家有惊喜，然后觉得，哎，你怎么这么细心？就是因为在大城市这种状况不太常见，所以你的这种很小小的行动，都会让别人感觉到那种感动的感觉，然后会感激你，好吗？所以8月14也可能是一个关键日，好吗？记住这些我刚刚提到的数字，7对你们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数字。记得8月的能量场就是把自我比较放下，把小我放下，无私的服务他人，然后以帮助别人的心态来度过这个8月。当然不只是8月，就是希望一直都是这样，只是说8月的能量场可能也会推动你去进入这样的心态，而愿意做出这些行为跟行动。然后也要记得让自己休息，因为你们可能有过度焦虑的倾向最近。好，我们这边用塔罗牌帮你们抽，然后看一下8月的运势是如何。这边有蛮多讯息的，我会一一的讲解，因为每一个都有不同方向的解读。首先我们第一张看到 Death 死神，解释牌是 Six of Wands 权杖6的逆位。我这边看到的是说，因为一个是你们刚刚我有讲，你们可能会有一种多思多虑的状态，所以8月需要休息。那这个多思多虑的状态，可能是你们8月一开始会碰到的一件事情，造成你们的一种让你们会想到脑袋破掉，晚上睡不着的一个状态。而这一件可能会有一件事情让你觉得丢失了面子，或者是没有像你想象中那样去成功的这个事件，让你有一种好像被击倒的感觉，而让你陷入了这种焦虑，然后失眠，然后有一种，如果讲严重一点，就是有一种瘫痪，不知道该怎么办，想到瘫痪的一个状态。而这个事件可能是跟别人的评论有关，或别人的毒舌有关，别人的八卦，可能八卦你有关，导致可能让你有的朋友可能是觉得名誉可能会有一种受到影响的感觉，被别人误会了，影响了你的名声，或者是你可能只是很简单的在大众面前出了一个糗，比如说跌跤之类的，这么小的事情也是有可能的，或者是做了什么事让别人笑话了，可能就不是很严重的事。那第二个解读是，你8月一开始，你会结束掉这个多思多虑的状态。你开始8月初看清楚，你的脑袋长出了莲花，你终于8月初愿意把这个之前的混乱的能量场放下跟结束它，因为你终于愿意让脑袋净空，或者是想通了。你的想通就如同很佛系的悟道，长出了莲花，得到了平静的感觉。所以这是第二个我解读到的死神牌的意念，是你结束掉之前让你一直假装过得很好的这个状态，或者是假装一直很正向很乐观的这个状态，因为你想要维持一个形象，因为你想要维持让大家觉得你过得很好，或者是不要担心你，或者是你怕不假装很厉害，
你就会失去一些东西，失去一个人或失去一个生意之类的，你会结束掉这个状态而得到平静。这是我第二个解读到的。那或许第三个解读是跟一个人有关，可能是情感关系，你终于结束掉一个地下恋情，或者是你在思考要结束一个地下恋情，你愿意把这个关系搬上台面的一个状态。如果有人是相反，是进入一个地下恋情的话，可以在留言处跟我说好吗？我都很欢迎大家的反馈。我这边看来应该是结束掉一个地下恋情了。如果有人有遇到这样的状况，也欢迎跟我，如果有对应到的话，也欢迎留言。接下来的宝剑2的逆位解释牌是钱币皇后。我觉得你们8月就是会遇到很多的选择。我这边4张一起看好了。这张就是你没有办法做出选择，你不知道怎么选择。而为什么不知道怎么选择？有2个状态，一个是可能是跟工作有关，你可能遇到2个公司，或者是只有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看起来非常有发展，就是钱币皇后，感觉你可以长久的在这边工作，然后是一个很棒会照顾员工的公司，会很舒适，但是你不知道怎么选择，因为你后面有圣杯7跟钱币侍者的逆位，所以你是处在一个因为太多选择，或者是这个选择可以是可能公司上工作上的选择，然后你不知道要去哪一间，而有一间你可能有一间是感觉很 fancy， 然后有一间是很踏实，可是没有那么有名之类的，而你知道应该要选择这个很踏实的，但是你又很想要去那个很花俏的一个工作或者是公司环境，所以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选择。这个是不知道怎么做选择，没有办法承诺，没有办法答应别人，没有办法告诉别人你到底要怎样的一个能量状态。而侍者是一个很年轻的，所以你们可能是有一些人的年纪比较轻，可能刚进入社会，所以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那这也可以代表说是你可能遇到的这些选项是属于刚认识的、刚联络的一些公司或是合作伙伴。那这张圣杯7除了是讲说你可能会有面临很多选择，不知道怎么选之外，也有可能是你的人生8月的状态是处在一个比较，因为你脑子很乱嘛，你需要休息嘛，所以你可能刚好同时有很多的事在你的生活发生，你要去处理，有感情关系的事情，有家里可能家人给你的一些状况，或者是你的购房有状况，然后有的是可能你在收入上或投资上有一些事要处理，或者是担忧，而这些很多的事情让你没有办法去安静下来，做一个适合你的选择，工作上或者是合作伙伴上。那我刚刚讲的这些也可以对应到情感关系，有的人可能不是在工作上遇到需要做选择，而是遇到一个如同钱币皇后一样的对象，你遇到了，你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适合你，会对你好，然后是很稳定的一个人，不管他是男生女生，这个人也非常的有灵性，这个人非常的踏实，非常的温柔。温柔是坚定的温柔，不是说像双鱼座那种温柔，因为他是土象的能量的皇后，所以他会实实在在的照顾你，实质上的对你好，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严厉，但是你知道跟他在一起会很有安全感的这个对象，你不知道要不要选择他，因为你有太多其他的选项，其他的对象，各式各样的对象在吸引你的注意力，而让你没有办法对这个钱币皇后做出承诺，实质的承诺。
但是我要讲你们2个应该是合的，因为你们都是土象的能量的一个族群。好，我讲一下星座。这一组第1号牌组的人有非常多的土象，你们抽到了1、2、3张钱币，4张钱币，然后有风象，因为你们想很多，有一点风象的能量。这边有水瓶，然后宝剑是水瓶、天平、双子，然后这边也有3支宝剑，也是风象的能量。然后你们有世界牌，fixed sign， 固定星座，固定星座应该是狮子、金牛、水瓶跟摩羯，不对，摩羯是开创，还有哪一个啊？忘了。然后，所以你们可能有一点点的火象，狮子。还有哪一个是固定？是哪一个？水瓶、狮子、天蝎、金牛，固定星座呀。然后这边也有天蝎，所以你们这组也有天蝎座的朋友会选到这一副牌，天蝎。然后土象就是金牛、处女、摩羯，然后风象双子、水瓶，天平。好，然后但是不要担心，你们就是可能8月会面临，你们会头大。刚刚我们有看能量场，就是会头大，因为太多事情发生，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宇宙才会告诉你说，你可能需要去度假，去把自己抽离，把从这些事情抽离出来，然后你就会有清晰的思考，然后并且多做一些服务他人的举动，甚至是去当志工，都会帮助你知道说，怎么样用一个比较高层次的角度去决定事情，去看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谁是适合你的人，哪一个公司是适合你的公司之类的，好吗？因为你们接下来8月，你们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cycle， 一个循环的结束。然后这个因为是世界牌，世界牌是一个非常好的能量，你会结束一个，你之前可能会有一个伤心的事件，而到8月，你终于已经看淡，或者是直接没有感觉，就放下了。你这个是之前让你伤心的人或事，到8月会有一个结尾，这个结尾是可能终于可以分手了，或者是终于可以忘记这个人了，或者是终于不会再计较之前某个公司或某个主管对待你的不好的态度之类的，我们自行对应。那世界牌也代表你会旅行，所以刚刚又来了，就是你们8月旅行能量很强。还有就是旅行能量强，一个循环的结束，你会感到一个满足，因为可能从8月中旬之后，你开始能量会转换。你可能8月中旬去旅行之后，你能量场换了，你接下来就变成钱币10了。你们这边抽到钱币10，所以从这边开始，世界跟钱币10都是代表一个富足的象征。你的财务状况或者是工作会得到满足，会得到稳定。然后钱币10也代表的某些人，你可能有家庭，你的家庭会很美满，很丰盛，很幸福。有的人甚至可能会购屋定下来，有的人可能是就结婚。部分朋友，不是所有朋友，我这边看到的是成家立业的能量场，所以选择1号牌组的，你们8月尾会有成家立业的能量场。那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为什么你们会得到钱币10？因为你们终于一个循环结束了，你们之前的业力结束了，该还的都还了。然后8月底，你们运气终于命运之轮转回到你们的身上，你们的运气终于到了。然后一切的事情会开始很顺利的发展，然后开始得到你的愿望，你想显化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是3力世界上物质的东西，会让你得到满足，好吗？我不知道有的人会去日本旅行，或者去日本迪士尼旅游，有的话，请欢迎在留言处跟我说，好吗？日本迪士尼哦。好，你们底牌
底牌是星星逆位跟钱币骑士逆位，这边是你们8月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状态。所以8月你们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很烦心，会觉得很懒散，没有希望，就是因为太多事情，可能有一些问题需要你去处理，你要担忧，而导致你有一点心力交瘁，或者是力不从心，所以会有这个星星逆位跟钱币骑士逆位，就是甚至有一点好像努力了，但是没有进展，或者是钱很慢进来的一种感觉，然后让你觉得好像运气不好，然后宇宙没有把你的愿望给你的那种感觉，那是你的内心状态。但是你的命运之轮一直都在转，所以就是好好的先把自己的能量调整好，然后你就是迎接你8月底会有的一个非常好的富足的运势，好吗？好，接下来我会抽Tea Leaf茶叶卡。先补充一下，我刚刚我觉得这一副牌组的人，你们可能先注意一下健康上面，应该就只是焦虑的问题，就是尝试去走向大自然去冥想，然后让你的脑袋就是休息一下。你们可能会有睡不着，然后太多思或熬夜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会有很多8月可能会有一些吃饭的饭局，然后小心不要太就是大鱼大肉，就是注意一下饮食上的健康，就是不要吃太油腻啊，不要太咸啊之类的。OK， 好，茶叶卡很棒，宇宙给了你们4张，这个茶叶卡是非常难 pick up 的。第一张叫 Purse 钱包 ，Pay attention to your finances， 注意你的财务状况。But don't worry， 因为第2张是 Wealth 财富。你们好，稍等。第3张 Younger Man 年轻的男人 ，Dealing or relationship with a younger man， 可能看一个比较年轻的男人会有一些事物上的应该是怎么说？会需要跟一个比较年轻的男人有一些互动。最后一张 Boat 船 Money or property through an inheritance, winning or windfall。 所以呢，第一组牌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很棒棒呢，因为3张 Tea Leaf 卡都在对应这一张钱币10，你们的8月底，我刚刚是有说是非常幸福富足的一个状态，你们就抽到了钱包跟财富跟船。这张船是说你们8月可能会因为用继承的方式，或者是赢得奖金，或者是赢得乐透的一个方式，得到大笔的金钱，或者是财务财产。 Property 就是所有物，就是 you know， 可能不一定是钱，你可能会继承一些比较大金额的，比如说家具啊、房产啊、车子啊，或者是在公司抽奖抽到什么电视这类似的意思。然后 Purse 说注意你的财务状况，因为你可能会突然在8月获得很多很多的金钱。这个wealth 的卡就是钱币一直不停的落下来洒下来的一个能量场，所以你可能会因为收到大笔的财富而需要宇宙提醒你去注意要怎么去处理你收到的这些财富。有的人可能会因为一下子太多不习惯，然后会不小心花掉，或者是说就是可能会有财务破口，但是这是因为你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大笔金钱的态度而导致财务破口。但是这个应该是你们自己可以，现在已经提醒你自己就是可以去注意，就可以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好吗？就是花钱就是小心一点，你们可能会有很多大笔进账的机会。Younger man， 你们8月会遇到一个比较年轻的男人，或者是跟你已经认识的一个比较年轻的男人有一些关系上的互动，而这个互动可能是跟财务有关。你们自己对应一下。如果有情感状态的，也欢迎在留言处跟我们分享好吗？因为这样如果都是财务的牌在旁边的话，感觉这个年轻的男人是跟你继承的财产有相关联的关系，可能是亲人，或者是一个律师，或者是一个可能是你的情人，都有可能。好，我们自己对应。好，然后最后我们用 Soul Whispers 灵魂，那叫什么？灵魂细语。看宇宙要给你8月有什么建议。2张牌，一张是8号，一张是9号。Oh my god！ 好，8号牌 ，You are whole. You don't need anyone to complete you. 你是完整的，你不需要任何人来完整你。You will always be whole. 你永远都是完整的。你来到地球之前就是完整的一个灵魂，你来到地球之后也是完整的，只是这个人世间碰到的一些经验跟人事物，让你有一种就是心灵破碎，或者是并不代表你不完整，好吗？你 always 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你就是一个小星球，你就是一个，你的能量场就是围绕着你，你就是核心。OK， 你的能量场好，大家就会来被你吸引，围绕着你，然后产生一个更好的 galaxy， 更好的太阳系。第2张9号牌 ，You are an extension of the universe itself， 你是宇宙本身的一个延伸。Stardust runs through your vein and galaxies swirl in your soul。这张是有一点星际种子的含义，所以选择1号牌组的人，你们可能有部分的朋友是属于星际种子。那这张卡是提醒你说，你是宇宙的一部分。你的身体的结构其实都是宇宙的星辰，然后 galaxy 银河系都在你的血液里，在你的灵魂里流动旋转，所以不要忘记你呢在地球上生活只是来玩的好吗？然后不要轻易的被地球上的人事物打倒，而忘记你是谁。你是自由的，你可以做，他们说 astral projecting， 有的人你们可能是可以在做清醒梦，或者是甚至在睡觉的时候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时空，另外一个 dimension 去 travel， 去旅行的一个含义。这是我这个牌看到的感觉。8号跟9号，生命灵数8，生命灵数9，或者是8月9号是一个关键日，或者是有的朋友是8月9号生，8号生、9号生或8月9号生。好，8月9号你们注意一下，看有没有什么事件。我刚刚的日期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那希望今天的读牌对大家有帮助。然后呢，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然后也非常的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你们的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然后以及也欢迎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 L'Associée Indigo， 在上面我会 po 每周运势，以及不定时接收到宇宙的正向讯息，分享给大家，还有一些其他有的没的跟巴黎有关的生活琐事，好吗？然后 always 欢迎大家在留言处分享你们的故事，我都非常开心看到你们的故事以及反馈，所以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好，选择2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颗法金，我把它放这儿。我们一开始先有2张神谕卡来看一下整体8月份的能量状态如何。首先第1张是 Destiny Path Omnia Unus Ad， 第2张是20号的蒙东吧冥界
这一张是35号。首先这2张一起出现，我看到第2组的朋友，你们呢大部分有，简单说是灵媒的体质，因为这一张代表萨满文化，所以部分的朋友，我用我现在很限制很缺乏词汇的中文来讲解，就是一个是你们有萨满的特质才华，算才华吗？这个才能，也就是巫师。如果讲玄一点，有的朋友可能其实你们有巫师的血脉，萨满的血脉，你们可能不知道。你们可能从20岁左右开始会有一些，慢慢发现一些迹象，自己可能可以，跟灵界有接触，或者是有的人甚至可以看得到，另一个世界的灵魂。有的呢是可以跟动物沟通，有的呢就是很自然而然跟大自然非常的有连结，所以你们很喜欢把自己沉浸在大自然里面，你们会听到很多的声音。所谓的声音可能是灵感，可能是你觉得大自然在跟你对话，小动物在跟你对话。那这一组人可能很多人都有养宠物，没有养宠物的可能你出门在外，动物会很自然而然的来接近你。所以你们可能从以前就有这种灵感体质，但是有的人可能没有发现，可能是很细微的迹象。那最近你们开始有比较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有的朋友甚至可能是直接开始有尝试一些萨满仪式，然后不清楚萨满的可以去，就是其实 Google 上面都可以看到很多跟萨满文化或仪式有关的资料，这不一定是巫术啦，不要把它想的好像是什么跟养小鬼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好吗？然后通常是跟大自然有关的一些仪式，诚心的仪式，一些让自己静心，然后可以跟宇宙源头沟通的一个仪式。这些仪式只是一个很让自己从三力世界脱离出来的一个动作，让你可以进入到一个比较纯粹的，然后连接到其他时空，或者是高我，或者是宇宙源头的一个过程。所以不用想得太这不是怪力乱神。然后你们8月份可能会这一个才能，这一个天生拥有的能力会发挥到极致。有的人甚至会做一些巫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玩，也不能说玩啦，就是会有很多一些小的仪式，会比如说拿来许愿啊、显化啊。有的朋友可能会在做这件事情，有的朋友可能会做显化的水，然后放在月光下，这也是其中一个仪式，许愿的仪式。你们有一些部分的朋友可能是35岁上下，然后生命灵数8或2的朋友会选到这一组。你们有一个特质，就是因为你们这种灵感的体质，你们也是算敏感，然后你们会有个能力，就是你们可以把任何事情都转化成正面的走向，不管是再麻烦的事件，或者是不幸运的事情，所谓不幸运的事情，到了你们的手上，或用你们的眼光去处理，都会把它导向正面的结果。这是你们其中一个能力。然后这一张牌 Destiny Path 意思是你选择2号牌的朋友，如果你最近走的路是跟这种萨满特质有关，跟这种跟灵界沟通，或者是跟高我沟通，甚至有的是朋友是可能你也在算塔罗牌，或者是你是占星师。如果你们是做跟这种身心灵相关的工作，到8月份你会发现这真的是你选对了这条道路，这条路就是你要走的，是非常适合你的。你会深深的进入到这种跟灵界连结的一个状态，而你的这个能力是被看照的，是这2个眼睛让我觉得
一个是可能是你的祖先，如果你真的有所谓巫师的血脉的话，你的祖先他们在看照着你，他们在引导着你去走这条路。那有的人是你的高我，你的指导灵在看顾着你，那有的甚至是天使，他们在指引你往这条道路上去走。所以到8月份，你们可以是算进入到一个最深层次的这种灵感的状态。当你们要开始，比如说你们一开始冥想，你们就可以很容易的进入到很深层次的冥想，然后你就可以接收到很多的讯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条路是对的。我一直觉得有些朋友有在做一些甚至是法术的东西，就是可能会放一些药草啦，然后可能甚至有些人会放一些昆虫啦。我这边没有要怪力乱神，但是真的是这个世界很大，然后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能力，天生的能力，所以选到2号牌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听一听就算了，或者是相信的人，你们就知道说这世界上其实还是有人可以用这种做巫术，好像听起来不是很正面，但是其实就只是一种仪式而已，然后去吸引，把显化吸引过来。我们每个人显化的方法不一样嘛，所以我们就是用一个开放的心胸去面对，只要是不会伤害到别人，这都只是一种做法，不同的做法而已。好，然后我有感觉到天蝎的能量在这个牌组里面，选到这个牌组的人可能有天蝎的成分，冥王在天蝎，太阳天蝎。好，我们接下来用塔罗牌来看一下。OK， 你们选择2号牌组的朋友有很多8的能量跟6的能量，非常有趣。刚刚这边有这张加起来是8，对不对？生命灵数8。然后呢，所以某一些部分的朋友，你们可能是8月生的、狮子座的或处女座的，因为我们这边有力量牌逆位8，然后钱币骑士、图像的能量处女、金牛、摩羯，这边又有圣杯8，又一个8，然后这边10减2是不是8？这边就不算17。然后我看到一些生日6月6号生的双子座的能量，这边有水瓶座的能量，2月10号生的有没有水瓶座的能量？8月10号生的狮子座的能量，8月5号生的狮子座的能量，大家自行对应好吗？所以整体来说，有火象的能量、土象的能量跟风象的能量。这边狮子很强，还有射手跟牡羊座有一点点的水象，有一些土象，然后风象就是双子、水瓶，水瓶出现了，然后双子、天秤都有在这里面。整体上来看，你们的8月是一个没有悲，但是是一个走出旧有状态，迎接新生的一个感觉。整体上，你们的底牌是力量牌的逆位跟圣杯5的逆位，所以有一些朋友8月会有一种你们可能展现出来的很有态度，很值得，很让人觉得羡慕啊、骄傲啊，但是你们的内在有一点点的受到阻碍，有点空虚，或者是有一点点心虚。有的朋友觉得有点心虚，或者是有点力不从心。但是你们8月会看清楚一个状态，是一个之前可能觉得自己搞砸的一个状况，而导致这种有一点没有力的感觉。但是8月你们会遇到很多事情，让你们重燃，会让你们的力量牌变成正位，好吗？我觉得你们8月整个就是在
想要把事情变得更好，把之前一个可能错过的事情，或者是没有处理好的事情，把它修正过来。有的朋友是这样。然后你们8月可能有一些人，你们第一张就抽到权杖6，然后解释牌是宝剑6，所以我这边有读到几个讯息。第一个是你们会有你们在执行的一件事，慢慢的走向越来越好的状态。你们可能现在是有进行一个计划，一个事业，或者是在学业上有一个 project， 然后它不是很快的看到成果，就是已经执行了一段时间，然后慢慢的往越来越好的发展，你越来越看到它有发展性，然后到8月的时候可能会走红，会火红，会爆红，会受到大家的注目，会让你觉得自己被看见，就像这个权杖6的一种胜利的感觉。在8月你会有一种体会到那种光芒，被大家拱着欢呼你，追随你。有的人甚至是在 social media 上会得到很多的 follower。那另外一个讯息是，你可能会有一个认识的人来找你沟通，旅行来找你沟通。这个人有可能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可能等了一阵子，他们终于愿意回来找你，跟你合作。而这个权杖6就是代表你们一起的合伙会让你放在聚光灯下面，享受那种你终于得到这个案子或这个客户的感觉。你可能会得到客户的支持，投资者的支持，这样的含义。那另一个这个来找你沟通、旅行来找你的人，可能是你的情感对象。这个情感对象回来找你，然后你们会公开你们的关系，让大家知道你们在一起是情侣。因为旁边就有一个圣杯2，所以这边的讯息非常强烈的。一个呢就是情感，最明显的就是情感，你会在8月跟一个人有心灵上契合的交流，然后这个人大致上是情感对象，而这个情感对象会让你们走向这个钱币10，会让你开始有一种慢慢开始可以接近成家立业稳定的感觉的一个状态。你们两个在一起是以结婚为前提来交往，所以是一种幸福富足的情感状态。那当然也可以讲说，可能是一个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事业上的合作伙伴跟你结盟，而这个合作伙伴跟你非常的契合，你们两个合作无间，然后你们两个的合伙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完美的事业，发展的很好的事业体，然后为两个人都带来财富跟稳定的基础。所以这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发展性的一个能量场，一个和谐美满幸福发光发热的能量场。但是我觉得你们另外可能还会碰到一个状况是，可能有一个比你年轻一点的对象，可能年龄比你年轻，或者是他的心智灵魂上能量上比你年轻，这可能是有一个人想要跟你展开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事业，新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可能是需要网络沟通，但是你们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就是你们沟通上可能不是很流畅，或者是有一些想法上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你们想要开始的这个新的项目没有办法像想象中那样顺利的展开跟执行，然后到最后可能会有一种没有希望再继续下去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人也有可能是你，如果你自己是属于20岁上下的话，可能你会想要展开一个新的计划，然后但是因为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没有经验导致这个计划可能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行下去，然后这个计划有可能是会跟海外跟网络有关，而导致会有一些沟通上的误会或者是 delay。那最后你们可能时间点到了，这边的命运之轮代表的是一个是说一个周期的结束，但是它是正位，所以表示说好运到了，这个好运的时间到了，你认知到一些事情，你愿意离开那个之前让你没有办法满足的状态，你也懂得知道自己需要走向一个更高远的目标，更高远的一个身份。你们到8月如果有体会到这种能量的朋友，欢迎在留言处跟我们分享，你们之前是不是遇到一些停滞不前的状态，或者是投入了很多时间心力但是没有什么成果的东西，到了8月你们终于感觉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有发展，而你愿意离开那个之前一直没有发展的东西。这个东西跟你的情感状态有关，跟你的情感上的满足有关。然后8月可能会有人会旅行，有人会有旅行计划，可是这个旅行计划可能你们已经构思很久了，或者是有人会遇到计划延迟的情况，而计划延迟有可能是因为跟你的工作有关，可能因为工作需要延期，或者是你需要等待一个情况，你可能存钱存了很久，然后终于到8月可以出国到你这个想要去的地方。另外这边也有一个讯息是说，你决定8月终于看开了，然后决定离开一个状态，离开一个人，然后呢你在决定离开之后反而好运降临，因为你的能量场转变了，所以这个一直等不到的东西或人就来了。因为宝剑侍者的逆位也代表着迟来的消息，所以你可能在等一个消息，不管是来自客户的消息、学校的消息，还是你之前有等待一个情感关系的人的消息，你到8月可能会等到。因为这边这个钱币骑士的能量，它是一个很慢的速度抵达的一个能量，它到8月可能会到来。而这个钱币骑士可能是一个情感对象，或者是你的一个事业伙伴，他们到8月终于来联系你的一个意思。我甚至觉得这2张牌可以排在这里，这样排就感觉是一个故事线，一个迟来的消息，而这个很慢的钱币骑士终于带来你想要知道的消息，然后呢他旅行过来找你，然后你终于感觉到胜利的感觉，一种满心喜悦胜利的感觉，然后你们结盟是一个非常和谐契合的结盟，然后为2个人带来幸福有基础的稳固的一个新的生活状态。那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顺畅的能量。如果是展开一个新的计划，有展开新计划的人，新的 project 的人，你们可能会受到一些沟通上不良，网络沟通不良延迟，或者是网络断线，或者是你工作的地方没有网络的情况。我现在重新排列，感觉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们可能因为之前一直停滞等不到消息，而导致8月一开始会有一种无力感，然后觉得自己没有把事情做好的一个感觉。但是不用担心，你们有权杖6，
跟钱币宝剑6，这是一个非常好，还有圣杯2跟钱币10。好，我们接下来看茶叶卡。好，宇宙给你们4张茶叶神谕卡，代表你们8月会有什么样的事件期待跟注意。第一张 cup 杯子 ，You should accept valid criticism。你应该要接受有效有用的批评指教。如果你们有因为我刚刚有说你们可能会成名，会突然增加很多 follower。如果你有在做社交媒体，然后或者是生意上是要被大家检视，那你8月份可能会得到很多，因为越来越多人看到你的东西，就会有一些意见涌进来。那很多各式各样的意见，你们可以去选择。如果是对你有帮助的话，你可以虚心接受，好吗？不要觉得大家都是只是批评你而已，有的批评是可以帮助你成长，然后变得更好。Caterpillar 毛毛虫 Things will not always be this way. A change is coming. 如果你们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如果内心觉得有一点好像自己不是很有力量，然后事情没有像你想象的发展，觉得好像有一种没有成就感的感觉，这张卡是说你现在是在滋养自己要长大变成蝴蝶的一个阶段，所以事情不会永远是这样。8月份请期待转变，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有一点呼应到你可能会爆红，有的人是爆红，那有的人就是很稳定的突然 follower 增加，然后很稳定的突然客户慢慢的一直在8月不停的增长。所以呢不要气馁，因为第3张 boot 靴子 increase your efforts if you want to achieve your goals。 这几张都是在告诉2号牌组的人，如果你们现在有在做这个事业，这种跟比较跟身心灵或者是灵界接触有关的事业，那你呢不要因为现在没有什么被看见而气馁，你要努力的继续的付出你的时间跟精力去做这项工作，然后增加你可能现在有一点点，如果有的朋友是有一点点比较轻松的在做这个事情的话，那这张牌是宇宙要鼓励你可能再多做一点。你可能2天我怎么好像在跟自己讲话，如果你1周只拍2支影片，你可以增加到1周拍3支影片之类的哈。我是用我自己举个例子哈，都被打脸这样所以第4章，如果你愿意这些保持正向，知道转变要来了，往更好的转变要来了，然后又可以增加自己的努力去工作的话，你就收到第4章萝卜 carrot opportunity or windfall。 你持续不断的把自己放出去给大家看到，你就会开始吸引很多的机会涌向你，各式各样你想象不到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是会让你收成有丰硕的收成，像你可能就收成一片萝卜园windfall 就是那种像中乐透一样的那么你无法想象或预期的一种收获，丰硕的收获，好吗？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用 Soul Whisper Oracle Card 看宇宙有什么对在8月对你有什么建议。好，宇宙非常快速的，你的指导灵非常快速的给了2张牌，一个是29号牌 Trust your intuition。 Oh my god， 你如果真的是做灵媒啊，还是塔罗读牌师啊，还是反正就是跟萨满有关的，宇宙说不要怀疑自己，你呢相信自己的直觉好吗？因为你就是直觉性很强的人，你是这只猫头鹰，你是很有灵感很有智慧，你会常常接收宇宙的讯息，然后相信这些你听到的讯息，就是不要再去怀疑他说这真的是我的指导灵在跟我说话吗？这样。然后9+2 8月29号可能是一个关键日，然后生命灵数 Life Path 11的人，或者是常常看到1111的人可能会选到这个牌组。然后这个33 OK 33+6 6又出现了，
所以6月双子座的能量，然后你可能现在目前是接近33岁29、33岁左右的朋友， Promise to love yourself fully。 我觉得你们这组人可能常常会有 self doubt， 会自我怀疑自己的能力，你可能明明就很厉害，很有才华，在大家眼里你已经很够格做你现在做的事情，但是你常常会自我怀疑。那这张卡，这张是先鼓励你说请相信自己的直觉，就去做就对了。这张卡是说你要向自己保证，你要全然的爱你自己，你全然的爱你自己，就不会再有这么多的自我怀疑，好吗？你们可能也会看到很多1122、1133天使数字，或者是纪念数字，什么1221、0606这样的天使数字。如果有对应到，欢迎在留言处跟我们分享。那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是读手相的，手相也是算这种身心灵的领域的工作。你的手会有疗愈的，你有第三只眼很开，然后你的手很有疗愈的能力。你可能是做 Reiki 的那个灵气的，然后有的人可能是按摩师，那有的人你不是按摩师，你可能天生就很会按摩。然后你们这组牌的人可以跟亲朋好友试试看，你可能还不知道 Reiki 是什么，但是你可以去试试看，用手就是隔一段距离去用那个手出来的气去疗愈你们亲友的焦虑的状态啊，或者是哪里不舒服的地方，你们可以试试看，你们可能有这个才华。好啊，那就8月6号可能也是一个关键日，那欢迎大家在留言处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然后呢，在这支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看一下8月运势，然后也欢迎追踪我的Instagram Associate Indigo， 在上面我已经 po 了本周的塔罗运势，以及不定时我会 po 一些接收到宇宙的正面讯息，还有一些其他的在巴黎的生活相关的小事。然后谢谢大家的追踪，然后呢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你们的按赞跟追踪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非常感谢你们。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好，选择3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一颗彩虹的透明水晶，它的特点是里面会有彩虹光的折射，我把它放这儿。首先一开始我们会先用2张神谕卡来看一下你们8月的整体能量如何。第一张呢是38号 Face Your Fear， 面对你的恐惧。第二张25号的 Abhidharma， 选择3号牌组的朋友，首先我看到25跟38号，所以一部分的朋友可能是25岁上下，一部分的朋友是38岁上下会选择到这副牌。然后可能8月25号是一个关键日，或者是生命灵数7跟生命灵数2或者是 Life Path 11的人会选择到这副牌。有某部分的朋友可能是3月8号生，因为我感觉到这张卡它代表的是权力的外衣。In general， 整体来说，你们8月的能量场，你们会是处在一种部分的朋友是很喜欢去大自然，一直往大自然跑的一个状态。你们想要把自己狂野不能说狂野，应该是说想要释放在城市这个环境太久，给你有一种窒息感，所以你们8月份可能会常常往森林里面、树林里面、山上去跑，去解放自己，让自己感受那种跟自然融合的感觉。那这一张也是代表说8月你们可能会有很多机会，或者是很想要接触动物，或是把自己的动物的那种灵性，你可能有动物指导灵，然后你可能会跑去大自然，然后把你那种动物的习性给释放出来。
所以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有部分的朋友，你们可能会8月有感觉到比较野性，这个野性可能是驱动你想要往大自然跑的一个力量。这个野性同时你可能也会发挥在日常生活中，就算你没有去森林大自然，你可能也会在你的朋友圈或者跟你比较亲密的人的面前显露出这种野性。这种有的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偏一种动物的习性，所以你们这组人到8月份可能会更显露出这种动物的习性。那有的人我们可以说甚至是在亲密关系里面会变得比较更野性一点。那这张牌也是鼓励你多跟动物接触，因为动物的能量会指引你，你可能会有的人甚至可以感受到动物想要传达给你什么样的讯息、情感。你们可能甚至有的人可以跟动物沟通，是那种宠物沟通师。然后这一组人我有感觉到一些图像的能量，就是可能是处女座的能量，因为8月25号已经是处女座，所以处女能量强的人可能会选到这一副牌。那另外你们8月份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或者是你们因为接受了自己比较动物原始的那个层面，然后开始有勇气去面对各式各样的恐惧。你们可能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些事情在为了一些事情烦心，这些事情有可能是工作上的、学业上的或人际关系上的。那之前你们可能是处在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面对、要不要沟通，你们可能会躲避的一个心态。到了8月，你可能终于突然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事情，突然发现自己的能耐在哪里，发现自己有野性的一面，而这个野性的一面可能增加了你的勇气，然后去面对，愿意去直球对决，去面对这个人际关系，或者是一些工作上或学业上的麻烦事。这张卡是说你有能力。乌鸦是有智慧的生物，是第三眼很开阔的一个生物，所以这张卡代表说你可能会接收到一些大自然给你的讯息，一些建议，给你灵感，让你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些之前面对的一些恐惧，你之前害怕不敢处理的人事物。到了8月，一个是宇宙鼓励你，一个是你可能本身就知道怎么样把这些恐惧转化成解决问题的钥匙。这个恐惧经过折射之后，就像这颗透明的彩虹水晶，经过折射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会变成七彩的、光明的，变成七彩的、光明的结果，被你圆满的解决，事情就不会像你之前害怕、以为、想象的这么糟糕。记住，8月你的能量场，任何你害怕面对的事情，拿出勇气面对它，然后你绝对有这个智慧跟灵感去把它，这个恐惧可能会转化成推动你的力量。当它转化成推动你的力量，它就会变成这道彩虹，然后变成这只钥匙，让你可以继续往前。之前突破不了的瓶颈，到8月可以突破，因为你把你的恐惧转化成了这只钥匙，好吗？深深觉得38岁上下的人会抽到这张卡，39、40岁的人，所以到8月份，可能你的周遭跟你比较熟的人会突然觉得说，你怎么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你以前可能是比较不说话、比较内敛、比较害羞怎么样的，但是到8月份，你突然开始变得有一种敢于冒险，因为你被动物指导灵影响了，然后动物指导灵传递了给你这种我刚刚所说的野性的气息，让你愿意去。你看这个人，他的野性的气息，有一种魔法公主
跟动物相处久了，就好像不在乎那么多了，不在乎人家对你的看法。你以前可能很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到8月份你可能有一种就是解放的感觉，然后愿意去为了你，就是做自己，你可能会更愿意做自己。这个野性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然后你不会去害怕别人怎么批判你。这是一种，我觉得你们到8月份会有一种获得自由的感觉。这个自由是从别人的社会的规范或别人的眼光里面解放的那种自由，好吗？好，我们现在用塔罗来看一下你们8月份的运势如何。好，这边是帮大家用塔罗牌抽到8月的运势。我觉得整体这样看起来，3号牌组的朋友，8月情感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重点，因为我这边看到的能量，感觉是以好像是浪漫关系为主。当然我等一下也会用事业的角度来解读。我先从情感状态来讲，你们面对的恐惧，这个恐惧可能是之前跟某一个人不愿意承诺，而做了一些事情，而导致2个人的分离，然后可能不敢跟他联系的这种恐惧，不知道要跟他怎么说，怎么再面对他的这种恐惧。部分的朋友，当然也有其他各式各样的，每个人要面对的问题不同嘛，然后大家自行对应。首先，你们第一张是宝剑3的逆位，你们之前绝对是有发生一件让你们很伤心、伤感、心碎的一个事件。但是到这个心碎的事件，是因为你或者是对方不愿意做出承诺。你们是一个之前可能是比较蜻蜓点水，不能说蜻蜓点水，你们之前是那种friends with benefit， 就是肉体的亲密关系，但是某一方不愿意谈再深的情感，不愿意做出承诺，而导致某一方或甚至双方都感到心痛。其中一方离开了这个关系，但是决定离开了这个人，他也感到心痛，所以这个人可能是你，或者是你的那个对象。但是到8月的时候，你面对了这个恐惧。Page of Cups 是复合的一个能量，可能所以这代表的是你或者是你的这个对象到8月的时候会回来找你，跟你 offer 他的情感，对你表达当初是怎么回事。他可能在经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知道要怎么告诉你他对你的感觉。你看他这边这个 Page of Cups 是一个很浪漫的男子，甚至是女子，她的形象非常的中性。因为我觉得这也代表了这个人或者是你到8月，你的阴阳能量会比较平衡，会比较懂得。当你的阴性能量不够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说出你的情感。所以当你比较平衡以后，你就突然有一个灵感，知道怎么去让对方了解你情感的这个部分，你不会觉得害羞没面子之类的，不会有那种阳性能量太过而限制自己展现柔弱的那个部分 vulnerable 的那个部分。所以到8月，你或者是对方这个人会回来找你，跟你给你一个 offer， 想要跟你复合，或者是想要跟你和好，所以他会带着花束，或甚至带你去海边看夕阳。这边有2只海豚，海豚代表的是1对1的关系，所以他想要跟你有1对1的关系。这边解释牌 Lovers in Reverse 就是之前没有给你承诺，所以either是之前这个人没有给你承诺，他8月回来找你，想要给你一个承诺，或者是你是这个人，你要回去找你的对象，因为你想清楚了，你发现你对他的爱，你之前没有给他承诺，你现在
想要回去，希望他可以再接受你。后面这个 Three of Cups 的逆位解释牌是 Nine of Cups。我补充一下，这边有风象的能量，水象的能量也很强。风象双子，然后双子能量，以及天平跟水瓶。水象呢就有很强的天蝎、巨蟹、双鱼，以及一些火象，天蝎死神、天蝎能量，然后一些火象，因为这边有世界牌，世界牌是固定星座，狮子、水瓶，也是我都忘记，天蝎吗？天蝎金牛、天蝎、狮子、水瓶，对吗？固定星座。Page of Pentacle， 土象能量，我刚刚有讲嘛，我有感觉到可能处女能量强的会选到这一副牌组，或者是你的对象是处女能量强，你或者是对方有双子的能量很强。那这边 Three of Cups 圣杯3的逆位代表的是说，你可能之前是一个很喜欢跟人家交际应酬，跟人家把酒言欢，常常要参加社交活动，才会感觉到生活很充实，情感上的满足。但是其实你之前只是因为比较没有办法往自己的内心去看，不了解自己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其实害怕孤单，所以常常把自己丢到社交活动，去跟人家 party， 去跟人家喝酒之类的。但是你到8月份开始变得理解自己，开始得到自己情绪情感上的满足，懂得爱自己，懂得自己找乐子，有一种比较平静，你开始了解到自己的魔力，你的能力是什么，在哪里，然后比较愿意自己独处，让自己开心。所以到8月份你可能会减少这种比较你会减少社交活动，你不会像以前那样那么常出去跟人家吃饭啊，就是相聚啊。那同时第二个我看到的是，如果你是之前那个没有给出承诺的人，那8月你会意识到，因为你发现你之前不敢给承诺，也可能就是因为你自己对自己没有自信，你不敢给对方，你不确定能给对方他需要的。但是到8月你终于开始发现你自己是完整的，你终于发现你有这颗心，你的心在发亮，然后你有很多的神灯，代表了你有很多很多的魔力，很多的才华能力，不但可以让自己开心，可能也可以让别人开心。突然有这个自信，可能可以给别人幸福，所以你愿意结束这种常常会处在多角关系里面的一个情况。所谓多角关系，就是你可能之前是一次跟很多人交往，但是都不是很深层的那种交往，所以你的对象可能会感觉到你心没有在他身上之类的，你也没有打算要把心放在任何人身上的这个状态。但是到8月你会结束这个状态，你会想要专一，会想要给出承诺，就像我们刚刚这边看的。那如果这个不是你的话，那就是你可能有想一个对象，之前可能伤了你的心的对象，他现在是这个想法，好吗？他会结束这种，他不会再把你放在第三方这样。那后面又接着权杖8，权杖8就是更明显了，就是你会得到一个讯息，如果你是需要给出承诺的，想要给出承诺的那个人，你会去联系，你会马上行动，你会甚至旅行去找这个对象，你会想要快速的飞到他身边，或者是给他一个简讯，问他好不好，想要知道他在干嘛，想要知道他还愿不愿意接受你，因为你想要结束掉之前这个宝剑五，你们之前一定是有争端，宝剑五造成了宝剑3的情况，你想要把这个局势修复好，因为你觉得有种两败俱伤，但是你现在看到了阳光，所以你要跟他修补关系。那一样就是，如果这不是你
没有给出承诺，而是你之前有一个人没有办法给你承诺而断联的话，这个人你8月会得到他的联系，好吗？然后跟你修补，给你一个 closure。之前可能吵了没有一个结论，那你8月会得到他的真心的一个说法。那最后我们看到世界的逆位跟死神的逆位，我觉得你呢，我一样就是如果你是那个之前没有给出承诺的人，现在想要给承诺，你们可能有部分的朋友有远距离的困难，因为远距离而导致没有办法，就会让你想很多而不给出承诺。那现在8月你想要把这个远距结束掉，你想要把之前的 cycle 结束掉，来一个新的开始，然后你想要缩短这个距离，所以你可能像我刚刚讲，你可能会飞到他的身边，结束掉这个有距离的情况，因为你不想要这段关系死亡，因为这边是死神的逆位，不想要结束跟他的连接。那如果是你之前有一个人没有给你承诺，那他就是8月份可能会飞来找你，然后结束掉远距关系，因为他不想要跟你真正的结束，他不想要这段关系死亡。那我们底牌第一张是 Ten of Cups， 所以整体上你们8月份会是呈现一种情感满足的状态。如果真的你愿意去找，一样，我就是还是先从，如果你是那个之前不承诺现在想承诺的人，因为你做出的承诺的举动可能会让你得到情感满足，这个人可能还是会接受你。那如果你是那个等待别人来给你承诺的话，那就是你可能听到他的消息会带给你这种圣杯十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美满的一个状态，用幸福满出来的状态，好吗？那这边解释牌 Magician 的逆位，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可能一个我感觉的一个说法是，你可能8月就是你在获得这个情感圣杯十的时候，有一种糊里糊涂就成了因为通常魔术师正位的话，代表说你会有很多的资源，然后会很厉害，就是很会布局，然后让事情导向你想要的方向去发生。但是他现在是逆位，所以8月份你可能在处理这一段重新连接这段关系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但是不用担心，就是你最后还是会得到圣杯十的幸福感、满足感，你们可能就真的会复合，但是中间可能会乱糟糟的，就是可能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顺利，好吗？那甚至有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你们某一方会觉得对方是不是对你施了法下了咒，然后让你一直没有办法忘怀他，而需要再回去跟他做出承诺之类的也是有可能。那事业上的话，如果你们是某部分的朋友是在事业上在等待公司，你可能应征，你可能想要跟别人合作合伙，但之前没有成，而导致让你很失望很伤心，那到8月份你会获得对方再回来找你，想要跟你合作的这个消息，会结束掉之前的争端，因为他们还是觉得你才是那个最好的最适合的合作对象，他不想要结束掉你们的这个合伙关系。那或者是如果是应征工作，那这个公司就会最后会来选择你，好吗？然后你们8月就是有部分的朋友是会从常常旅行的状态变成不需要再旅行的状态的，你们自行对应好吗？你们会为了这个选择而停止长时间远距，或者是可能之前在国外工作，现在搬回家乡工作，为了这个公司或为了这个浪漫情感的对象。 OK， 你们如果你是那个想要给出承诺的人，你们在争端断联之后，你是一个常常在想念他，然后在远方
想念对方的这个感觉，然后你可能有点再也忍受不了，所以你8月终于就联系对方了。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Tea Leaf 神谕卡。好，帮你们抽了4张 Tea Leaf 神谕卡，这边有一点点小小的 warning， but don't worry。第一张是 October 10月，第二张是 Flute 笛子。笛子它的意思是 disappointment in a friend or lover， 可能会对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个情人感到失望。所以这边我看到的能量是你们去年，一个说法是去年10月认识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个浪漫情感对象，在8月份的时候他们会让你失望，但是这个失望我们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大家先不要紧张，因为有可能是他们没有办法回应你的情感，但是也有可能只是说在日常生活琐事上，在谋合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对应到你想要的而感到失望，好吗？那另外一个我读到的讯息是，可能在宇宙在这边先给你一个提醒，2个月后10月可能会有一个朋友或情人会让你感到失望。那我们不用因为未来的事情我们没有人可以控制，只要在当下这个 moment 把自己的能量场抓好，所有的事情都不会让你感到害怕，或者是你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面对，可以好吗？ October 或者是这个会让你失望，8月会让你失望的这个人不一定是情人啦，然后可能是一个认识的朋友，他们是10月生的，所以你们自行对应一下。还是你10月有计划要跟一个朋友要干嘛，要旅行，还是一起合作事业，10月要开展的话，你们有时候就稍微提醒你们可能要准备心理准备，可能他们不会像你期待的那样说到做到之类的。第3张 Pain 是怎么翻？就是定针啊，就是我们把东西固定的那个针叫 pin， 叠针吗？ New job and career， 所以8月份你们会遇到，你们可能会换新工作，或者是有新的 headhunter 来会有 headhunter 来联系你，是关于新工作有关。那甚至有的人到8月会直接正式转入新的职业，你们可能现在正在转行的一个过程阶段，然后到8月会定局，就是你会直接进入那个新的工作，或整个转型，完全转型就定住了，你就是那个新的开始。8月的时候，最后一张 Dolphin 海豚又出现了，这边有很多海豚跟秋天的能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看这个 October 跟这个权力的外衣都有非常秋天的能量，然后这个海豚跟这个圣杯侍者也是有海豚的能量，所以我是觉得你们8月可能会真的得到一个情感关系，8月份会脱单。然后这个海豚他是说 financial gain usually coming from something you did in the past， 你们到8月会得到一些财务上的增加，而这个财务的获取是因为你之前做的一些事情而让你获得这些财务增值。所以有的人是做投资，可能就放着不管，到8月就赚了。那有的人是房地产，到8月涨了，然后就卖了，然后就赚钱了。那有的人可能是比如说 YouTuber 啊，或者是或 TikToker 啊之类的，那你们可能之前 create 的 content 到8月份会开始让你们获利的状况。然后我这边看到的是因为这个获利让你可以去海边旅行，而且是这种而且是浪漫的旅行，所以让我想到可能是跟你这个对象一起去海边旅行，看海豚看夕阳的感觉。好，然后最后
我们看宇宙，我们用这个 Soul Whisper。什么是 Worshipper？ 可能有人要 worship 你，有人8月会崇拜你。来看宇宙有什么建议要给你。好，这是2个宇宙给你们8月份的建议。9号牌跟4号牌，生命灵数9、生命灵数4的朋友可能会选到这个牌组。然后8月9号、8月4号可能是一个关键日。第一张牌是 You are an extension of the universe itself。 你是宇宙本身的一个延伸。 Stardust runs through your veins and galaxies swirl in your soul。 所以星辰呢是在你的血液里流动。Galaxy 银河系是在你的灵魂里旋转呀。这张牌好像前一副牌组也有抽到，还是第一副牌组，我有点忘记了。所以这2副牌组，你们可能有的朋友会选不出来。那如果你有其他牌组想选，你可以去选，可以去看一下，可能有要给你的讯息。然后第2张4号牌 ，Every single day is a gift from the universe。每一天都是宇宙给你的礼物。Treat it as one。那你就要认真的把每一天都当成是礼物来对待。这张牌是说珍惜你的当下，就是很 cliché， 就是宇宙提醒你珍惜你拥有的每一天，每一个当下。每一天早上看到太阳升起，每一天晚上看到月亮挂在星空，都是你能在这个世上体验，就是一个礼物。当你把这些东西都视作宇宙给你的礼物的时候，你就会用比较感激的心态去对待它。你会觉得哇，有礼物耶，这给我的吗？你就不会用那种这是你应得的心态去对待每一天。 OK， 这样你会比较能够用更平静的心、更感恩的心、更开心欢乐的心去对待碰到的人事物。那这就是宇宙给你的2个针对8月份的建议。那希望今天的读牌对大家有帮助，然后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读牌，以及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你们的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Associate Indigo， 在上面我会 po 每周的塔罗运势，以及不定时接收到宇宙的正向讯息，还有一些其他偶尔会分享跟巴黎相关的日常生活。然后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那也欢迎在我的 Instagram 留言告诉我接下来你们想听什么样的读牌，因为我在等待抵达2000订阅的时候，可能会再次举办那个抽奖活动。那之前是因为人数比较少，就没有办法办抽奖活动。那希望大家热烈参与，人数够多，提议的人够多，我才能办抽奖，好吗？非常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